大家好，上期和大家分享了2道非常精彩的大菜，独家配方的蜜汁蒜香烤排骨，甜而不腻，零基础就能搞定的主厨大餐，还有多巴胺配色的创意融合菜，黄油口蘑牛肉粒点亮餐桌，这一期也同样值得期待哦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道菜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鸡肉料理，中餐叫法地锅鸡，非常地道的中式铁锅炖，咸香味美。选半只鸡，约2斤左右，2到3人份的量，鸡肉处理成麻酱块大小。这一步可以让菜市场的师傅帮忙，淘洗几遍，去除多余的内脏。洗净后捞出沥干。准备烧鸡调料：1小把冰糖，约10克，4片生姜，3段大葱，半头蒜，4片香叶，1个八角和1小块桂皮。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干辣椒，再另外切2根小葱和青红辣椒，单独放置一边备用。再挑选自己喜欢的配菜，我用的是土豆和豆角，也可以加入藕片、笋块、千张等，这些都是这道菜不错的美味搭档。豆角切段，土豆切成滚刀块备用。我们致力于分享一些好吃且简单易做的中国美食，喜欢的话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视频哦。重头戏来了，贴面饼。我们来和面团，不要划走。面团跟着我做，超简单。准备1个大碗，面粉和水的比例为2:1。我们2个人用了140克面粉，再加入70克水，搅一搅，揉一揉。地锅鸡不贴饼的话就不算地锅鸡了，面饼沾上浓郁的鸡汤汁，才是这道菜的灵魂，真正的中国农家菜风味。面团成型了，就算是零基础做也零失败。团成一个球，盖上保鲜膜，醒10分钟。现在我们开始正式烹饪，铁锅倒入多一点油，小火加入冰糖熬化。加入鸡肉，这里要多翻炒一会儿，翻炒4分钟左右。炒至鸡肉出水，加入葱、蒜、辣椒、香叶、八角等佐料，继续翻炒。汁水炒干，炒到滋滋冒油的时候开始调味，加入1勺红油、豆瓣酱，2勺生抽，约15毫升。1勺蚝油，约7毫升，和1勺老抽，约7毫升。加入土豆和豆角，然后倒入热水，没过食材，盖上盖子。中火慢炖15到20分钟。炖煮的时候，我们继续处理面团，把醒好的面团揉搓一下，分成8等份，再把每份面团搓成圆球，放入冷水备用。
时间到，开锅尝尝咸淡。加入1勺盐3.5克，1勺鸡精2克，一点黑胡椒调味。这时候调小火，避免把汤汁煮干。把面团拿出来，用手推成长条状，像这样放入锅中。盖上锅盖，小火慢煮6分钟，让面饼熟透。加入小葱、青红辣椒，继续焖2分钟。时间到，开锅。好香啊！鸡肉软烂入味。土豆绵软可口，浸满汤汁的面饼软糯筋道，超级好吃！快和家人一起享用吧！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！最后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道小零食，其实是一个食材的2种做法：雪球山楂和糖葫芦。颜值超高的圣诞配色，酸酸甜甜的山楂开胃又解腻，还能自选喜欢的水果随意搭配，实在是太适合这种节日聚会多、人多的时候啦！超详细零失败教程，所有不踩坑小技巧都在这个视频里，通通分享给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中餐厨房。超简单的食材：山楂、喜欢的水果、白糖和水，干净配方，吃起来毫无负担。山楂和水果清洗干净，山楂底部这里有很多灰尘，加点面粉可以洗得更干净，也可以用小刀直接挖掉更彻底。但是挖掉之后，山楂容易往外渗水。做好之后，糖容易化，保存时间也比较短，更适合当天就能吃光的时候。水果也用同样的方法清洗干净。为了颜色丰富，我用了彩色的圣女果、蓝莓、葡萄和草莓。洗草莓动作要轻柔一点，还可以用柚子、冰糖橘、香蕉这些水果，剥掉外皮，处理成更合适的大小，也很好吃哦。要点1。果子上的水一定要擦干净，不然挂不住糖浆，很容易失败。可以用吹风机来帮忙，时间充足、原材料比较多的情况下，也可以拿出去晒晒太阳。如果要去蒂、去籽儿，也在擦干水之后进行，这样更不容易氧化。我们先做雪球山楂，一颗一颗裹满糖霜的小红果，太有圣诞氛围了。糖和水的比例1比1，白糖125克，水125克。有一点点偏差没有关系，重点是熬糖的火候和步骤。平时炒菜的大锅洗干净，倒入白糖和水，注意这个火苗的高度一定不能超过锅里的这个水面。一边加热一边不停地搅拌。熬到表面出现均匀的泡泡，可以拿山楂检验一下粘稠度。这个糖液可以拉丝，就说明水分已经完全蒸发了，立刻关火。倒几滴白醋，晾3分钟左右，等糖浆降温。要点2，大约80度放山楂，温度太高会把表皮烫坏。糖液静置，有一点点凝固感。放入晾干的山楂，轻轻翻炒，不要把果子压碎了。刚开始很黏，像炼乳一样，山楂全部都连在一起。推荐用铁铲子，继续温柔一点翻炒。
让糖液均匀分布，动作不能停，慢慢等糖液降温。最后糖霜开始泛白结晶，山楂自然散开就完成了。大家第一次做可以先试试小分量，更容易成功哦。新鲜的雪球山楂出锅啦，外面的糖霜脆脆甜甜，有一种沙感，又不连牙。咬开搭配山楂酸酸绵绵的果肉，太好吃了。吃不完要记得密封保存，这糖吸收了空气中的湿气，就会回潮变软了。现在来做糖葫芦，没用完的山楂和其他水果随意搭配，穿成小串。在家做熬的糖液不会太多，短一点的竹签更容易蘸取。像我这里就串得太满了，吸取教训。串好啦，颜色是不是很好看呢？要点3，把水果串放进冰箱冷冻5到8分钟，熬好糖液刚好直接用，原因稍后再解释。白糖160克，水80克，糖水比例2比1或者4比1都可以，水多熬的时间就长一些，但也就是几分钟的差别。开火，锅中倒入白糖和水，火苗高度不能超过锅里的水面。要点4，避免结晶，不要搅拌。这一步和雪球山楂不一样，锅中出现密集的鱼眼泡之后，可以转中小火，边加热边观察。接一小碗冷水，用筷子尖儿蘸取一点糖液过冷水。像这样还能拉丝，表示需要继续加热。锅边出现一点焦糖色了，再蘸取一次。敲一敲碗边，有清脆的声音，脆糖熬制成功。开最小的火，我们也叫蜡烛火，开始裹糖啦。要点5，不是直接把水果整个放进去哦，蘸取上面这层泡泡，才能裹得又薄又均匀。做好的糖葫芦放到油纸上，冷却后更好取下来。冷冻过的水果可以加速糖的凝固，也可以延缓水果被烫熟，还可以加固水果在竹签上的稳定性，果糖不打转。亮晶晶、彩色的水果糖葫芦太好看了，敲一敲外壳，刚嘣脆，里面又是爆汁的口感，超级好吃。另外，最后剩下的糖浆可以加一点茶叶，加点牛奶做焦糖奶茶也是一绝哦。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祝大家圣诞吃得开心，玩得开心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欢迎在评论区给出您的宝贵意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